这么大一台设备，老板说只要能修好，钱不是问题。问题是我也没有把握，是同行介绍的活，前面也有师傅来看过。这是这台设备的控制柜，先看一下是什么故障现象。他们的师傅说，这些小地线，电机的地线，现在都不敢往配电柜的地线接。这地线都不敢接啊？对，讲的是讲的合上上，讲设备的本身。这一听很奇怪，看一下这个地线带电，带的电压还挺高，100多伏。这确实是个地线，电机的地线，风机的地线。地线是接电机外壳的，然后带100多伏的电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你看这些地线都带电，那这个地线上的电能不能对设备的地线放掉呢？电机如果有感应电，可以对地线放掉。测一下设备的地线，配电柜的地线带80多伏，我觉得这就是个感应电。一般设备不接地都会带个几十伏或上百伏的感应电。这种情况我一般会认为它没有接地线造成的，就是设备接地不好，会有感应电放不掉，外壳会带个几十伏的电。他们说现在这个设备整台设备不敢做接地，一做接地跳闸跳得更厉害。整台设备都没接地。它设备还有一些地方垫着橡胶皮，测这些皮的上面都带着100多伏、200多伏的电压。这个电怎么感觉不像是感应电呢？这么高的电压，设备如果接地好有地线，那么这个电就可以对大地放掉。这个电不管是感应电还是漏电，只要有接地，都对人是一种保护。工人师傅说他们这有地线，都做地线了，就是不敢往设备上连。地线有，在配电箱里也有。他们说只要连上地线就跳这个漏保，但是不接地线，他们又担心电到工人。这个电是怎么来的呢？他们说可能是这些控制器、变频器带的感应电，或者电机带的感应电太大，所以一接地就把漏保给冲跳了。还有的说这种设备不能用漏电保护器，太敏感，不行就把漏保换了，换成空开。有这么建议的，人家说的也没错，但是我还想查一下有没有其他的原因造成的跳闸。设备的外壳100多伏，我想给它接个地线看一下什么情况。找了一段线给它做一个接地，这根线一头连设备控制柜的外壳，然后中间再一段连到设备的外壳上，电线的另一头连在接地体上，这样就做了一个接地。合闸送电，看一下接完地线以后设备能不能送电。送电之前先测电压，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小习惯。有人会说你这多此一举，先用电笔测一下，这一项141伏，这一项200多，这一项正常，这一项140多伏。零线不带电，地线不带电，电笔不正常吗？这个时候能怀疑电笔吗？其他两项电压正常。用万用表测一下电压，测3项电，两之间应该是400伏，现在是350伏，电压太低了。另外2项火线400伏，这个很正常，400伏。电压低这一项与零线之间140-150伏，太低了，不到220。去电闸那头看一下，很奇怪，拉下电闸再送上电，电压就变低了。电压变得那么低，在漏电保护器这一块测量一下下面的电压，红线这一项与零线
电压150伏，不到220。再测一下漏电保护器上面的进线电压220伏，这个电压正常。为什么经过漏保以后它的电压会变低呢？再看一下漏保下面的电压变成了75伏，又低了。用电笔测85伏，测上面进线电压220正常，所以说可以确定它这个漏保是坏的，有问题。看电压一会高一会低，这个是有问题的。用电笔测量的是对大地之间的电压，望远表测的是灵火之间的电压，这两个是不一样的。就这样测量可以确定它这个漏电保护器触点不好。就这种情况他们还想送上电干活，我说那可不行，会烧东西的。不相信那我就打开看一下，拿下这个灭糊罩，看一下这个触点都糊成啥样了。很明显接触不良，这个得换，不然时间长了会缺相的。正好它这有个备用的电闸，抓紧时间给它换上。换这个也简单，这就换好了，没做线鼻子，就这么压的。这样临时用也可以，他们说周天休息的时候可以再重新做。现在好了。明天送上电，我看一下那个设备外壳带不带电。跳了，一送一跳。还得一送一跳，就是这种现象。现在不能怀疑这些控制器、变频器有问题，因为他们的闸还都没合，所以我还是怀疑线路是有漏电的，拆掉零线、主零线。一只标笔测地线，测漏电；另一只标笔分别测量变频器电源100到头啊。这个电闸是控制变频器的，这个电闸是其他电路的电源，100到头啊，漏电。所以刚才送第一个电闸它就跳漏保，这是漏电的，漏电还是比较严重的。你看现在这个标笔测量哪路线是漏电的。是这些变频器有问题，还是下边的这些加热电路有问题呢？我怀疑它加热电路的漏电可能性要比这些变频器漏电的可能性要大。怎么来测呢？测哪漏电？这些是加热管的电源，应该是我拉掉这些电源，一个一个全拉掉，断开加热电路。这个时候再去测量，不漏电了，刚才漏电的电路不漏了。那就测一下我拉下电闸下面的这些加热电路，看看哪一路有问题，一路测。看一下这一路100到头，测的其他的电路都没问题，就这一根线，就这个蓝线，这是个火线，在对地漏电，对设备外壳漏电，其他这些电路都好，就那一路。这样就可以把其他的电闸先送上电，就留那一路不送电，把主零线压上。为啥要拆主零线呢？是因为不拆主零线的话，很可能测漏电，测哪都漏电。因为主零线是与地是通的，它与火线形成回路，
这样再送电它还跳吗？试一下。第一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很好，没问题，这就正常了。在接地线的情况下，你用电笔去测量，设备外壳是不带电的，这些都不带电了。所以说带电200多伏还是这一路漏电引起的。那就找一下漏电这根线去哪了。它这有线号，顺着线号来找，这是一根火线，穿着管出去了，顺着管走。像这种注数机加热电路，一般在螺杆的部位，就这么顺藤摸瓜，这里有一个接线盒，有线号找到了漏电的这根线，这就好办了，顺着这个线找。这个还得拆掉这些外罩，拆下外罩的螺丝，这样就顺着线找到了漏电这2个加热管，并连在一起的。拆下一根线，指针弯表测与设备外壳，看哪一个是漏电的。看来是这一个在漏电，拆下这个线，单独测量加热管，对设备外壳是漏电的。一根线漏电，正常应该是2根线都会漏啊，它是有回路的。再看这个加热管是不通的，已经烧断了，而且对设备外壳是漏电的。所以说设备外壳带了200多伏的电。好了，这样这个加热管就不接了，等买了新加热管再说。这样故障原因就找到了。设备正常运行，我拆掉地线呢。现在测一下设备外壳，带50多伏的感应电，这个电可以通过地线放掉的，所以说设备接地线是很有必要的。好了，这样我就暂时完成了检修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